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干红娘这行可有好些年了，在这婚恋服务的圈子里摸爬滚打，见过的奇葩事儿，各式各样的情感纠纷，那真的是多得数都数不过来。今天呢，我就想跟大伙唠唠一段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相亲案例，这里头涉及的男士、女士，还有藏在背后那些深层次的情感问题，可太值得咱们琢磨琢磨了。等您听完，保不齐就能明白为啥有些在咱心里的理想型，到最后却怎么也走不到一块儿。故事的女主角是我接触过的一位大龄剩女，叫小轩。她今年34岁了，模样看上去倒还显得年轻。可您要是跟她多聊几句，从她那气质和谈吐里头，就能明显感觉到她对婚姻这事儿有多严谨。挑对象那更是不含糊。小轩的择偶标准，那是明明白白列得一清二楚。男方必须得年收入超过50万，身高起码得1米80，性格还得稳重，家庭背景要好，最好是那种没离过婚，情感历史干干脆脆的男人。他还特地把自己这标准写下来，随身带着，就等着约会对象上门，随时能拿出来对照检查呢。说实在的，像小轩这样的要求，乍一听也不算太离谱。毕竟谁不想找个自个儿觉着最合适、最般配的另一半呢？可凭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，问题就出在小轩对理想型这仨字的理解有点脱离实际了。他死咬着这些标准不松口，太执着于那些理想化的条条框框。这下可好，找对象的路走的那叫一个艰难。我干红娘久了，像小轩这样的大龄单身女性见得多了去了，好多人都有类似的情况，年纪稍微大了点，挑对象的要求高得很，可又急着想快点成家，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，心里就干着急。年纪越大吧，这焦虑感就越重，整个人紧绷绷的，根本放松不下来。您让他们稍微降低点标准，接受一个不完全符合心里那杆秤的男人，他们宁可就这么单着，也绝不将就。小轩啊，就是这类姑娘里的典型代表。再来说说男主角阿杰，这可是个实实在在、有责任心又踏实的小伙子。他和小轩能碰上，还多亏了我这边的婚恋平台。我安排他俩见面之前，就跟阿杰把话挑明了，说小轩有点挑剔，不过她自身条件也不错，是个有追求的姑娘。阿杰这人倒也实在，没被我这话给吓退，反倒觉得小轩的高要求像是给自己下的战书，觉着凭自己的本事，指定能打破他那些固守的标准，把人给追到手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阿杰那表现真的是没话说，耐心又细心。他知道小轩对感情这事儿敏感又谨慎，所以每次约会，从选餐厅到挑话题，他都提前谋划得妥妥当当，小心翼翼地避开小轩那些不想谈及的家庭问题。头几次见面，两人聊得还挺愉快，阿杰确实把自己的诚意和实力都展现出来了。可慢慢的，小轩开始给阿杰出难题了，要求越来越苛刻。他说阿杰这职业虽说稳定，可没达到他心里理想的高度，盼着对方能有更大的社会地位。又念到阿杰身高虽说不矮，可跟他理想中的1米80比起来，还是觉得少了点气场，还埋怨阿杰不够细心，有些小细节上没照顾到他的心思。一开始阿杰觉着这些抱怨也还能理解，可时间一长，压力就像山一样压过来了。但阿杰没打退堂鼓啊，他还是一门心思的想要去理解小轩，努力调整自己，就盼着能冲破小轩心里那堵高墙。他开始各种牺牲，各种努力，主动提出来要配合小轩的生活习惯，还想着法儿帮他融入自己的圈子。每次约会，小礼物没少准备，电影票提前订好，就怕浪费俩人相处的时间。可小轩呢，愣是没给阿杰一点进展的机会。说话的时候老是客客气气，保持距离。阿杰那些温馨的举动，他有时候还一脸嫌弃。他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阿杰，约会次数越来越少，就算见了面也是心不在焉的。阿杰的真心，他就像没看见似的，给的反馈那叫一个冷淡。这么折腾了6个多月，阿杰终于扛不住了。他心里憋屈啊，觉着自己这大半年的心血都白费了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自己在这段感情里投入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，咋就打动不了小轩呢？有一回阿杰实在憋不住了，跟小轩敞开了谈他俩的关系，说自己想往前再迈一步。结果小轩还是不表态，
阿杰都明明白白说了自己准备好了，可小轩还是拿还不太了解，不及这些话给搪塞过去。这下阿杰彻底失望了，他再也受不了这种没结果的等待，还有精神上的折磨，一咬牙，决定跟小轩断个干净。他直接把小轩从社交软件上拉黑，联系方式删得一干二净，就好像要把这段让他心累的感情彻底抹去。这事儿对小轩来说，那打击可太大了。他原本还美滋滋地想着，以后哪天心情好了，再决定要不要接受阿杰，没想到阿杰这么决绝，直接就放弃他了。他压根儿没料到，就因为自己的冷漠，阿杰能做出这么个决定。他心里那个委屈啊，觉得这关系搞砸了，不光是因为自己没多付出，还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儿，阿杰已经受够了他的优柔寡断。小轩联系到我的时候，情绪激动的不行，跟我哭诉阿杰的行为他接受不了。他说阿杰把他拉黑以后，他心里堵得慌，怎么都释怀不了。他原话是这么说的：我一直都在为他考虑啊，为我们的未来打算，为啥他就不能多等等我，咋就不能理解我呢？这6个月的青春，我可是认认真真投入进去的，哪能就这么算了呀？接着小轩越说越来气，突然冒出来一句更让人惊掉下巴的话：阿杰既然放弃了我，那他是不是得赔偿我一些青春损失费？他的意思是，自己这6个多月时间，精力搭进去不少，感情也付出了，结果被人这么随随便便就给甩了。阿杰理所当然得为他这损失负责。他还在那念叨，我要是就这么轻易放过一个追了我6个月的男人，以后还能碰上更好的吗？不行，我都把机会全给了他，他倒好，说扔就扔了，我哪能咽得下这口气？听他这么一说，我这火蹭的一下就冒起来了。我干红娘这么多年，见过的感情故事形形色色，可像小轩这么自私，完全不考虑别人感受，还拿青春损失费来压人的，真的是少见，把我气得够呛。作为红娘，我本职工作就是帮单身男女牵红线，找个合适的伴儿。可我心里也清楚，感情这东西，它可不是做买卖，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简单。感情啊，是2颗心相互碰撞，是彼此默契慢慢培养起来的过程。在小轩和阿杰这段感情里，小轩一门心思追求完美，却从来没给阿杰足够的回应，一点信任都舍不得给。他那些高标准，虽说有些地方也有点道理，可他忘了，感情靠的是2个人真心实意，相互包容，不是拿着一张清单，一项一项去打勾勾。要是阿杰一开始就没那么上心，或者碰到小轩的冷淡就知难而退，我可能还不至于这么生气。可阿杰为了小轩掏心掏肺的，他倒好，把自己当成遥不可及的女神，好话没有几句，肯定的回应更是少得可怜。这做法换谁看了心里能平衡？在感情的世界里头，真的很难说谁对谁错，关键就是要互相理解，互相包容。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，可这青春损失费的念头实在是幼稚又不理智。我耐着性子跟小轩苦口婆心的劝，姑娘啊，你要是真心想有个美满的婚姻，就趁早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吧。得学会尊重每一个对你付出真心的人，感情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，婚姻更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撑起来的。你要是连这么个愿意为你付出的人都错过了，往后的幸福可咋找啊？您瞧，这事儿给闹的，其实像小轩这样的姑娘，我见过不少，她们心里都有个完美伴侣的模样，可往往就因为太执着于那些细节，把身边实实在在的缘分给错过了。咱就说这找对象啊，标准固然重要，可也得看看现实。人无完人，哪能真找着一个方方面面都符合自己理想的人呢？就像小轩，他要求男方年收入50万以上，可您想啊，能挣这么多钱的男人，工作得多忙啊，说不定经常加班出差，陪他的时间就少了。再看身高，1.80米是好看，可人品性格要是不行，光有个高个子有啥用呢？还有那些要求男方家庭背景好的，家庭条件优越，有时候也伴随着一些麻烦事儿，比如长辈可能要求多，婆媳关系不好处之类的。小轩一门心思盯着那些外在条件，却没好好想想，2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是能互相扶持，开开心心过日子。阿杰呢，他其实挺冤的。一开始他满心欢喜地迎接挑战，
觉得凭自己的努力能打动小轩。他努力工作，想着升职加薪，好达到小轩对收入的要求。为了显得更有气场，还特意去学穿搭，让自己看起来更挺拔。约会的时候，眼睛里全是小轩，就盼着能发现他的喜好，给他惊喜。可小轩呢，就像个捂不热的石头，对阿杰的付出视而不见。阿杰给他买喜欢的零食，他就随口说一句还行。阿杰精心安排的约会，他有时候还迟到，来了也没个好脸色。阿杰也是人啊，他的热情被一点点浇灭，心里能不委屈吗？我想起有一回，阿杰为了给小轩过生日，提前1个月就开始准备。他到处打听小轩喜欢的蛋糕口味，跑了好几家店才订到满意的，还偷偷联系小轩的闺蜜，知道她一直想看某场演唱会，费了好大劲弄来2张票。生日那天，阿杰把一切都布置得妥妥当当，满心期待能看到小轩的笑容。结果小轩来了之后，先是嫌弃餐厅有点吵，接着看到蛋糕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奶油看着就腻，我最近在减肥呢。”阿杰当时那表情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，失望透顶。可他还是强撑着笑容，想着可能小轩今天心情不好。这事儿之后，阿杰心里就有点动摇了，但他还是舍不得放弃，毕竟投入了那么多感情。他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好，又加倍努力起来。再看小轩，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。他觉得只要坚持自己的标准，就能找到那个完美的另一半。他身边其实也不是没有朋友劝他，可他根本听不进去，还觉得别人是嫉妒他有追求。他跟朋友出去逛街，看到别人成双成对，心里就有点酸，可一想到要降低标准，就立马摇头。他总是想着再等等，说不定下一个就是真命天子了。等到阿杰彻底离开，他才慌了神。他开始回忆阿杰的好，那些曾经被他忽视的细节一下子都涌上心头。他想起阿杰每次约会都会提前到，在寒风中等他。想起阿杰知道他胃不好，总是随身带着胃药。想起阿杰为了逗他开心，专门学讲笑话。可这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阿杰已经被他伤透了心，拉黑删除联系方式，就是想断得干干净净，重新开始。小轩这时候还不死心，他居然跑去找阿杰的朋友，想让他们帮忙劝劝阿杰。阿杰的朋友了解情况后都很无奈，跟小轩说：“你早干嘛去了？阿杰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却不当回事儿，现在想挽回太难了。”我看着小轩这样，心里也不好受。我跟他说：“姑娘，你得从这件事里吸取教训啊，以后再遇到合适的人，别再那么固执了，要学会珍惜，多看看对方的优点，别老是揪着那些达不到的标准不放。”其实在婚恋市场上，像小轩和阿杰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。有的是男方太挑剔，有的是女方要求高，最后都错过了本该美好的缘分。咱们都得明白，婚姻不是一场短跑，拼的不是谁的条件好，谁的标准高，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，需要2个人携手并肩，一起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、相互付出，才能走得长远。小轩经过这事儿，也慢慢开始反思自己。他跟我说，他现在知道错了，以后会试着改变。我也希望他能真的放下包袱，重新出发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而对于其他还在寻找爱情的朋友们，我想说，别让那些不切实际的标准束缚住自己。当爱情来敲门的时候，勇敢地打开门，用一颗真诚的心去迎接，说不定幸福就在眼前。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启发，让咱们都能在爱情的道路上少走点弯路，早日找到那个能相伴一生的人。